我们当然都希望和平。我们的父祖辈就是因为逃避战争才来到这里来，逃避暴政才来到台湾的。我们为什么能活下来？一方面国际形势帮助我们，另外一方面呢，我们自己努力备战嘛。我们在非常辛苦的情况下，我们养了60万大军，为什么？备战嘛，备战才能止战。你真要和平，备战才有和平，备战才有可能达到你所希望的和平。求和达不到的，那叫乞和。不好意思，我们再说重点，那叫乞降。这个是绝对没有和平的。为什么国共内战一泻千里啊？现在几乎所有的历史学家，不管是哪一方的，都承认，都是后来被和平攻势打垮了。对啊，国民党里面呢，很多人想，哎呀，既然要和平了，今天干嘛认真打仗？说不定明天就和平了。可是呢，你国民党想和平，国军这边想和平，共产党不想和平。蒋先生当时300万大军，但是因为里头的人呢，这边和平，那边和平，这个省到了最后呢，湖南和平解放，云南和平解放，到处中共强调是和平解放，根本没有打这个都是什么？里面的心这个已经给中共的统战已经给这内鬼出卖各种情报，已经垮掉了。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政经最前线》，无马看中国，我是主持人张国成。大家知道这个日本新上任的首相高市早苗呢，最近在国会答询的时候呢，提出了这个台湾有事的这个说法。那他当然呢说法还是符合日本本身的法治规范但是呢，这个现在来讲，在国际上，特别是在中共官方呢，掀起了这个反对的这个声浪。那日本全国呢，在这个时候呢，是蛮挺他们的首相虽然现在这个限于这个外交上的冲突他还是没有这个退缩，反倒是台湾目前看起来内部的争议非常大，很多人呢这个批评了这个日本首相顺带呢也批评台湾自己的政府。那这次的这个谈话呢，其实我们都知道，不只是影响撼动了东亚安全的结构，也触动了台湾人呢对自己的定位对于未来的形势两岸关系的思考。我想非常值得我们再次的来探讨。大家好，我是张宏林。现在只要连上网络，你的真实 IP 和你的生活足迹很可能就会被网络商、广告商，甚至是骇客盯上Surfshark VPN 可以帮你把这些风险隔绝在外。整个上网的过程当中，像是开启了隐身的模式让你自在又安心。VPN 是什么呢？简单说，它像是一条专属你的安全通道，替你加密网络的资料，隐藏你的 IP， 让你想看什么就看什么，不受任何的限制。使用 Surfshark， 你可以享有以下的优势可以解锁全球的内容，全球有超过4500多台的伺服器，超过了140个地区遇到地区限制的网站或者是串流的服务，随时立即可以跨区轻松的使用。全面的隐私保护，透过隐藏真实的 IP 位置可以保护你的网络行踪和装置里面重要的资料，也能避免被广告商和 ISP 追踪你的每一步的行为。Kill Switch 有我们自动断线的防护VPN 中断的时候，自动会阻挡网络的连线，确保你的资料不会外泄。只要一个装置就可以保护你的手机、平板、电脑等无线的装置。现在你只要到 surfshark.com/free8888 4个8，或者是输入折扣码 free8888，就加送你4个月的使用期限，平均每个月不到1杯咖啡的价格就能换来完整的网络自由，限时优惠，不把握就错过。现在就用 Surfshark VPN 开启真正无线的上网体验。好，我们今天还是请国际政治最权威两岸问题专家国立台湾大学政治系名誉教授民居正明老师来到节目跟我们来讨论这个问题。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好，谢谢老师。我想这个高市早苗首相呢，在这个国会呢提出了这个台湾有事的这个言论呢在日本呢也热烈讨论。但是呢，我看这个日本国内的这个舆论反而是相当一致认为呢不管怎么样呢，现在在这个中共的压力之下是不能够这个退缩怯场反倒台湾反而很多人批评，有人说担心日本呢把台湾推向前线，还有人说呢日本会刺激中国让台海更危险。那老师同意这些看法呢？可不可以跟我们解说一下？对，我注意到就是台湾内部有各种各样的声浪那有些地方有些话讲得比较奇怪，所以值得我们详细谈一下。我倒不想谈人我想谈就是就事论事，我们谈事情，也是谈这些观点。也就是我想谈谈这些观点呢，对于台湾的安全，对于国际的这些观感呢，有什么样的正面跟负面的影响？这是我主要动机。第一个，我比较注意到就是蓝营有一些高层朋友讲说，高市早苗的这个言行躁进，是
错误引用了什么集体自卫权啦，搅动了台海这情势啦，引发了大陆方面的强烈反应等等啊。但你如果仔细看的话，高市长呢讲话，我过去讲过，他有3个前提的，是有很明显前提的。第一就是如果中共方面动用了军舰，然后进行了封锁，高市没有说封锁台湾还是封锁日本，但他进行了封锁，这是第一个条件。第二个条件就是，如果封锁发生了，美军呢派军来救，然后要突破封锁，然后第2个条件。第3个条件就是在这个情况下呢，中共对美军动武了。好，然后高市说，有了这3个条件之后呢，那日本必须预做准备。他的话既符合日本过去一贯的政策，也符合了这个美日安保。简单说，你有美日安保，如果说你的盟国被打的话，你当然预做准备嘛。他只说预做准备，当然后来他说什么影响到什么权力危机啦，会不会到这个集体自卫权等等，那是一路推下去的。那为什么一路推下去呢？因为在野党问得很清楚嘛。你问得这么清楚，我就不能实问虚答。你实问虚答，你觉得说你要么就不进入状况，要么就你不配当首相嘛。因为问的人是前国防大臣呢，所以他必须答这样。但是他答了反复，他还讲了，我们希望两岸问题和平解决。但如果这事情发生的话呢，那综合各种情势判断呢，那我们就要判断到时候符不符合这情况。这个话也没有说错。第一大前提是什么呢？中共动用了战舰。或者封锁台湾，或者封锁日本的第一大前提。换句话说，如果第一大前提不成立、不出现，那后面事情都不会发生，是对不对？那所以你中共你自己要对号入座。为什么？因为大家这么几年看着你可能会做这事情，而且你已经做过类似事情了。你做过类似事情，虽然还没有真的进到封锁，但你已经用武力封锁过了，虽然时间比较短，但是干了这个事了。所以，既然你有过前科，然后现在大家这样预想是应该的了。你作为一个日本首相，你如果说对区域环境不了解，对区域安全你没有什么见解的话，坦白说你真的不配当首相了，就是这样子。中共强烈反应，我过去讲过，其实他是玩台独，拿台独当张牌去玩国际，然后呢去动员内部，然后呢来对付台湾，这3个方面。所以这个东西我们过去讲过，就不再细谈了。那现在回头我再倒问一句话，那这些朋友讲说啊，因为高市这样的搅动了台海情势，是高市的话搅动台海形势呢，还是中共建军跟过去几年来的霸道行为挑动了台海形势呢？为什么不问这件事情呢？为什么不先批评中共，而现在先批评日本呢？我不说日本不可以批评，当然可以批评。那你在批评日本的时候，你不是应该先批评中共吗？是，这才是合理的逻辑啊！你不去批评捣蛋者，不去批评搞鬼的人，去批评这回应的人，这什么逻辑？这完全不通了嘛！而且你退一万步讲，不管怎么说，现在在反共的问题上面，在反专制的问题上面，在维护区域和平的问题上面，在维护这个普世价值上面，台湾跟日本、跟美国、跟欧洲国家有平行利益的呀。那为什么我们这些批评朋友们会看不见这平行利益呢？这不是很荒唐吗？所以这第一段。第二段呢，又有蓝营的高层的朋友讲说，台湾海峡事情关日本什么事？怎么不关日本什么事呢？这基本国际观呢。任何国家领导人对任何地方发生事情都稍微看一下，不要说别的，亚美尼亚跟亚塞拜然打仗，台湾都要看一眼了，对不对？那你说乌克兰爆发战争关台湾什么事？你能说这个话吗？当然不能说的话，更何况事情发生在日本旁边，你说日本怎么会不关他事呢？他讲的话天经地义。如果日本首相不关切台湾发生事情，不关切亚太发生事情，日本首相不用做了，这是很简单的道理。所以蓝营高层朋友讲这话呢，这是基本国际观不足的一个表现。不要被虚假的民族主义冲昏了头脑。你首先非要冷静的观察你周边的安全形势，你才能谈别的事情嘛。再进一步讲，如果真的是中共封锁台湾，就失去台湾了，日本会大危险的。日本大危险的。日本不要说每年大1/10的这个收入来自台湾，不要说这个了，光是台湾被这个中共拿走，日本的这航线了什么等等运输了，那90%以上受影响，他能不关心吗？当然要关心了。至于他怎么关心什么，那中间可以再讨论。但你怎么去说人家你不该关心呢？
这话讲的是完全不合理的。好，再来，大家都很清楚了。我们不要说我们讲过，世界各大国、各大这个重要的这些同盟组织都讲过，失去台湾现在冲击全球，就这么简单。不要说别的，台湾的晶片就这么重要。光是台湾1年不生产晶片的话，全球呢第1年损失是5000亿到2兆美金，就到这么大数字，谁能不关心台湾呢？所以蓝营朋友们讲的话，那真的是让人笑掉大牙。所以我再说一次，台海的事情牵动全球，大家都明白，你怎么就不明白呢？你这样讲话不是不要说贻笑大方，真叫贻笑全球了。我都不知道该说什么好，我们先说到这儿吧。好，我想呢，这个老师说的很清楚，就是日本呢，这离台湾距离这么近啊，离中国大陆距离也那么近啊，所以呢，对这个形势关注，我想这个是天经地义，非常正常的嘛。对，而且目前看起来的话呢，这个跟所谓的这个台湾的主权啦，日本会再次在台湾这个侵略啦，发展它的势力啦，我相信这个只要稍微有点概念的人，也不会有这么认知嘛，这不太可能的事情。难道这个现在来讲，还是100年前，还是这种日本这个帝国主义，还是它军事力量在亚洲这个称霸的这个年代吗？也已经不是了啊。所以我想，这个蓝营呢，这些很多说法还是不管是什么人呢，这种其实说不定呢，就完全是在帮这个北京方面在这个在战声在这边这个敲边鼓而已嘛。那目前来讲，台湾的确我看到这个矛盾对立非常的明显。那很多人呢，当然是希望这个日本呢能在台湾这个安全受到威胁的时候能够支持我们。但是呢，还有人呢跳出来跟中共讲话说台湾在这个挑衅，日本也在挑衅。那台湾的真正敌人呢？这到底是什么呢？我想这个等我也请老师跟我们说明，是台湾的真正敌人呢，到底是日本呢，还是这个中共呢？是不是照理说道理应该非常简单，可是为什么在台湾现在好像很多人搞不清楚啊？是不是请老师给他们打醒一下？打醒不敢说了，反正我们大家交流一下意见哈。那这些蓝营朋友们又说，这个日本这样搞呢，让人想起军国主义复辟。我再说一次，在这个事情上面，批评日本军国主义复辟是中共标准的官方宣传用语。蓝营有朋友这样讲，你是鹦鹉学舌，你完全重复了中共官方对日本的批评，你自己得想一想，得想清楚。好，那现在我们谈谈军国主义复辟。现在照刚才主持人所说的军国主义复辟，现在到底谁在复辟军国主义，或者谁在发展军国主义？是日本还是中共？这几年来，这10几20年来，谁在大建军？谁先大建军？这个答案很清楚吧？中共自己宣传，我海军这个建造船舰的跟下饺子一样，然后我又打造新的飞机，又打造新的核子武器，又打造什么远洋什么这个战力什么等等。中共的大建军远远超过他的国防安全所需，这是不是军国主义？所以几年前我们在这个节目上就明白讲过，英国当时前2任的外相 Cleverly 就明白讲。然后中共现在在打造中国历史上面从来没见过的这强大的军队，你又没有外敌，又没有什么，你为什么打造的军队？你的动机在哪里？你若不讲清楚、不透明的话，那会引起误判的。后来这个话我们讲过 ，G7 复述了，这个欧盟国家复述了，然后这些欧美强国都复述了，就北约也复述了。换句话说，主流国家都已经同意了这个看法。你中共打造的这军需呢，远远超过今天所需要，海军、空军、陆军、核武什么等等电池各方面的，你在全力发展，你在做什么？你在做什么？那么日本呢，整军经武现在呢，它的这个国防经费支出呢，才说要从1.9%上升到2%，过2年要上升到2.5%，台湾也要慢慢跟进。那现在有人在批评这个日本军国主义，可以没关系。你在批评日本军国主义以前，是不是应该先批判中共在建军，而且是不合理的建军，这才叫做标准，否则叫双重标准，否则叫双重标准。如果不是双重标准的话，那你就是被骗了嘛，你就被骗了嘛。我们再往下说，中国现在有几艘航母？为什么需要航母？远洋作战才需要航母。他们说打台湾不需要航母，你需要去打美国、打日本或挡住美日，你才需要航母嘛。就做这件事情嘛。那你说建了一艘航母啊，辽宁号，
然后搞了山东号，福建号呢现在才刚刚入列，你现在准备打造第4艘航母，请问谁才是军国主义？谁才对周边国家构成威胁？更不要说这几年他搞的什么演习啦、威胁啦、撞船啦什么战备警巡啦、武力恫吓等等，周边国家全部被他恐吓离圈。你们为什么看不见？你们为什么不批评？你可以批评日本，我再说一次，你可以批评日本。批评日本之前，你不应该先批评中共吗？谁是始作俑者？谁是最早点火的人？你看不见吗？好，那又有蓝营朋友讲说，两岸的问题要自行解决，这话也是胡说的。两岸问题早就牵动全球了，你看不懂吗？两岸问题早就国际化了，而且是中共让它国际化的，还不是我们，那也不是别的国家。不要搞错了，不要把中共的宣传照单全收，真正想清楚问题的本源到底是什么。大家说台湾问题，台湾问题，这些蓝营朋友们也跟着讲台湾问题。当年蓝营不是这样讲话的，蓝营讲台湾不是问题，中共才是问题，共产主义才是问题，这句话才是至理名言。台湾不是问题，最简单，把台湾送给大陆嘛，送给大陆之后就没有问题了吗？还是问题会变得更大？大家一想就知道。所以真正的问题是中共。今天国际主轴呢，一个是反共产，一个是反专制。共产主义挑战国际秩序，挑战普世价值观，你看不见，你看不懂，看不见看不懂，还出来谈国际形势，不要开玩笑了。国际潮流你看不懂的话，第一，你在国际上被淘汰；第二，国际潮流看不懂的话，国内选举你都会选输，这才是最大的问题。所以我再说一次，看懂国际潮流。然后想清楚台湾的这个战略站位或战略站队或战略的排序，你到底怎么排法？这些问题想不清楚，这个政党、这个政团或这批人，将来真的在政治上没有什么前途，一定会被大家所唾弃，这才是最大问题。是的，我想老师刚才提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到底有没有台湾问题？可是我们都看嘛，如果这个2次大战结束之后呢，如果没有这个中共呢起来发动内战，然后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那就中国就一个中华民国嘛。那这个就走三民主义的道路，慢慢走到今天这样的局面。就是中国就是一个中华民国，那旧金山合约也不会有什么台湾地位不一定的问题嘛。那这中华民国就跟英国还是其他国家就签了那个合约，然后呢，今天来讲哪有什么台湾问题？我想真正的问题是中共问题。对，而且这些提出意见的人呢，很多呢，他们的父母他们的这个长辈为什么要来到台湾呢？也不就是因为中共这个建立了政权，他们跟着中华民国政府来到台湾嘛。如果我们逃到台湾来，逃到台湾，如果没有中共发动内战的话，他们需要来台湾吗？根本可能不需要站在台湾来讲这个问题，也不会有台湾问题。所以我想这个恐怕呢最低限度呢是把这个历史的这个起源到底谁才是真正的问题没有弄清楚，正本清源。是，就这句话。对，所以更不要说呢，如果这个没有中共建立政权的话呢，那这个中国大陆呢，在这个中华民国的统治之下的话呢，那最低限度呢也不会有文革也不会有三反五反那这个大家讨论的可能就只是生活水准哪个省高一点，哪个省低一点然后这个民主品质那基本上来讲呢，怎么会需要像今天来讲这个有这个冲突的问题、动乱的问题、生活方式可能改变的问题呢？我想这个老师过去呢也给我们提示过那这个当然这个台湾现在面对这个中日的这个角力到底我们需要警觉的是什么？因为我这个国安单位还有很多专家国外的、国内的都说过现在来讲，北京对台湾的资讯渗透这个叙事战认知压制非常严重非常严重。那现在呢，他们的重点呢，可能是希望台湾越多的人成为他们的叙事上的代理人这个对中共的统战来讲，你说台湾内部是最有利的。那所以呢，现在又有人说，这个赶快要跟中共和解那么我想请问老师，现在台湾的状况有可能跟中共和解吗？这个问题一个大家在问我们从国际关系理论开始谈这件事情因为这个我们过去常年研究国际关系呢，可能这是一个比较好的切入点。从国际关系理论来看呢，国家跟国家发生战争，我们叫外战或外部战争。是外部战争呢，有停战停火，然后也有和解的可能性，当然也有完全战胜然后征服的这个可能性，但是和解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但你如果比较一下内部战争或内战，和解比较少。我不说没有，和解比较少。内战在什么时候情况下可以和解呢？应该说不叫和解，叫僵持。南北韩是对不对？两岸过去东西德，那这种呢就僵持，它不是和解。和解就是完全没有敌意了，然后愿意和平共存了，然后呢愿意和平竞争，然后和平过渡，这才叫和解。那僵持只是我们双方的蓄积实力，看什么时候下次再来打一下而已，那个不叫做和解。所以这第二种。第三呢，从历史上来看，古今中外都一样，并吞战争呢非常难和解。是，我再说一遍，并吞战争非常难和解。我过去谈过这个例子，我们不妨再说一下。北宋跟南宋呢，面对金人的侵略啊，前面是辽人，后来是金人啊，面对金人侵略。那如果宋朝人呢，不管北宋南宋，跑去跟金人讲说，我爱好和平啊，咱们不要打仗啊，咱们来和解。你觉得金人会怎么看？你觉得金人会怎么看？哦，一定加速。不对，我们先说第一种可能啊，你这么爱好和平，那我就不打你了。是，可能吗？可能吗？大家告诉我，可能吗？啊，这是第二。第二就是直接反映什么？你怕打仗嘛？你畏战，说我要用战争来吓你，我甚至不用打，我光用战争来吓你，说不定你就投降了，对不对？所以你这样讲说啊，我爱好和平，最后结果就是祈求对方不断的打你，不断侵略你，不断压迫你。南宋就这样子啊，南宋又起和，又进贡，又杀岳飞，又采取和平政策，结果呢，南宋被金人一路逼到哪里去？逼到就跳水嘛，不就这样子吗？是不是？所以大家常说要从历史当中学教训。我们这些蓝营的朋友们，大家都是读同样一部历史的，我们都这样长大过来的，你不会不知道这个故事的。那我们再说现在的2022年2月24号之前，如果乌克兰不断跟普京讲说我爱和平，我爱和平，普京就不侵略了吗？还是会加大力度侵略？这答案大家应该很清楚了吧？或者说二战时候爆发前后，波罗的海三国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看见苏联呢磨刀霍霍，因为苏联看起来要被纳粹打了，然后磨刀霍霍，三个国家跑去跟斯大林说：“我们爱好和平，你不要打我。”你觉得苏联会加快脚步呢，还是苏联就真的不侵略这三个国家？或者说捷克、奥地利跟波兰面对这个纳粹、面对希特勒的时候，跑去派人说：“咱们和解吧，咱们和平吧，我爱好和平。”你说有用吗？张伯伦不就是个很好例子？所以我一直讲，我说要多读历史啊，要从历史当中得到正确的教训，而不是错误的教训。那我想问问我蓝营的老朋友们，你们今天到底在捍卫什么？你不是捍卫中华民国吗？好，捍卫中华民国。今天我请问，是谁要消灭中华民国？是中共要消灭中华民国呢，还是日本要消灭中华民国？你得想清楚，你得想清楚。现在不断有人要你怀疑美国、怀疑日本，为什么？好，我再问一次，谁让你怀疑美国？谁让你怀疑日本？那一定有人反问说：“我为什么不可以怀疑美国？为什么不可以怀疑日本？”当然可以。站在中华民国国家利益的角度上，我要怀疑任何国家，这是国际关系当中现实主义的理论嘛？我们为了国家生存、安全发展，我们要怀疑每个国家，不但怀疑敌人、潜在敌人，也要怀疑盟友的，这是正常的。我再说一次，你在怀疑美国、怀疑日本的时候，为什么不用同样标准去怀疑中共？这才是我最大的问题。不是不可以怀疑美国，不是不可以怀疑日本，你更应该怀疑中共。现在更大问题是，谁让你这么怀疑美国？谁让你这么怀疑日本？不是中共让你这样怀疑吗？那你为什么要跳进去呢？那最后呢，我想还是跟我的老朋友们再说一说，对，日本打过我们，但我想提醒你，日本是昨天的敌人，中共是今天的敌人。你觉得昨天敌人比较危险呢，还是今天敌人比较危险？这点真得想清楚。最后，你要和平，我们当然都希望和平。我们的父祖辈就是因为逃避战争才来到这里来，逃避暴政才来到台湾的。从老蒋总统开始到小蒋总统，一路这样下来，我们为什么能活下来？一方面国际形势帮助我们，另外一方面呢，我们自己努力备战嘛。
我们在非常辛苦的情况下，我们养了60万大军，为什么？备战嘛，备战才能止战。你真要和平，备战才有和平，备战才有可能达到你所希望的和平。求和达不到的，那叫乞和。不好意思，我们再说重点，那叫乞降。这个是绝对没有和平的。所以想这事情呢，如果不正本清源的话呢，始终会被误导，那始终会被敌人误导，这才是最大的问题。是，我想老师刚才讲到的这个和平，对吧？当然大家都希望和平，可是和平要有实力做后盾嘛。而且呢，就像这个中华民国的历史上来讲，你说这个国共内战的时候呢，其实蒋先生呢，当然他跟国民党有各式各样的问题，我想他自己也承认不是完人。可是呢，最后为什么国共内战一泻千里啊？现在几乎所有的历史学家，不管是哪一方的，都承认，都是后来被和平攻势打垮了。对国民党里面呢，很多人想，哎呀，既然要和平了，今天干嘛认真打仗？说不定明天就和平了。可是呢，你国民党想和平，国军这边想和平，共产党不想和平，这不刚刚讲的吗？内战非得打到死嘛，他们根本不想和平，所以最后结果一路呢就是这个从北打到南啊，就是不想和平。所以呢，和平呢单方面想要和平，我看是一点用都没有，反而呢内部呢变成一种投降这个放弃抵抗这样的理由我个人认为这个对现在的台湾来讲反而是特别的危险，这是特别大的危险，真的是这样。蒋先生当时300万大军，但是因为里头的人呢这边和平，那边和平这个省到了最后呢，湖南和平解放，云南和平解放，到处中共强调是和平解放，根本没有打这个都是什么里面的心这个已经给中共的统战已经给这个内鬼出卖各种情报已经垮掉了真的说呢，这个寸土这个必争像抗日战争那样打，在国共内战中呢反而很少这个都是被和平的这种假象打垮的。很简单，是吗？长江以南没有打过一场像样战争嘛，是对不对？这个就很清楚了。所以我想呢，今天呢这个台湾呢只是中华民国最后剩下的这块土地了。那这个日本像老师说过，的确也是昨天的敌人嘛。那个蒋先生跟日本人代表在台北签订了合约，无论如何战胜国中华民国这个身份是跑不掉的所以呢还在说什么日本是什么敌人，我想这个历史已经过去了。那台湾呢今天这个民主政治哪一个政党呢也不能包办台湾的前途，所以真正最后的这个中华民国的土地就只剩下台湾了。如果再这样子的这个分不清楚敌人呢，是不是这个真正的危险就要来临了？老师您说是吗？对啊，所以很多人批评这些朋友们嘛，敌我不分嘛，这才是最大的问题。那为什么敌我不分呢？被真正的今天的敌人洗脑洗得太彻底了。是，所以我想呢，这个中共呢，如果最后呢真的能够胜利，就好像几十年前在国共内战里的胜利一样，常常呢都不是真的战场上就具体的胜利，而是在这种心理上、政治上这个让国民党这边呢这放弃了抵抗，麻痹了这个概念。所以我想今天中共呢恐怕这个虽然说刚才老师提到他不断的强化的军力等等，但是我希望我看到他们还是希望用这种软的方法这个让你不战而屈人之兵。我想这个才是这个从各个国际事情的发生看得出来他们的这方面的努力。是的，好，所以我想呢，这个今天呢讨论到这个日本的这个首相的发言我们可以处处看到这个中共的统战这各方面的痕迹非常值得这个台湾还有海内外的这个朋友们呢一起来警惕。当然，未来的局势会怎么发展，我们节目呢也会持续的关注下去今天非常感谢明居正老师来到我们节目，谢谢老师，谢谢那么也非常谢谢各位观众朋友今天的收看欢迎给我们批评指教以外呢，按赞、分享、订阅，按下小铃铛，我们下次再会。这个老师，我现在在写那个写你把那段给我，好，那段我还真的不知道。他们的真的是后来国民党真的是里面所有人都是这样和平。其实武器装备什么那个，其实共产党里面的也说我们其实也没有。也是什么大家没有饭吃什么的，但是毛泽东说反正他们就是坚持不下去。他们后来是拿到很多苏联的装备，苏联把关东军装备交给他们，你也知道。是。然后又是这个大家觉得好像和平了就不会怎么样，可是要和平了，后来这个
土改的三反五反的时候，全部都杀光了，全部杀光了。因为除了留下前面上面几个样板之外，其他里面中层少将以下基本都差不多解决了。很多回乡多年的，他们都全部抓出来了，我们名单都看过，是名单都看过。像那个以前哦，这个我小时候我家，因为我爸跟钱正好时候，然后就有本书叫《匪区实况》，它是有一个反共义士叫袁茂儒啊，对，我记得女的，是，就是他，因为他口才非常好，到处演讲，是就我记得跑到那个台湾来嘛，就投奔自由，然后呢，这个就里面就有匪区政治、匪区经济、匪区社会、匪区生活那本书，那还有点献乐的，还有军事吧，还有后来呢，他就说，后来就有人问他一个问题，说哈，这个大陆限共以后哈，这个我政府啊，就是我们的留在大陆的什么中央民意代表啦，什么各级官员啊，怎么样哈？然后他那时候我看了印象深，他就说100%都已经被中共屠杀殆尽，他就用这个词，他说绝对不留。他们不但杀这些，连当初就是做两面谍的都杀，是。然后很多当然就留下那几个上面样板那留下来，那其他不是那16个字吗？怎么降级使用，最后逐步消化嘛，你这样解决掉。然后北越统一南越之后，我后来看过有一个人也是投奔到，后来没有死，就是后来那个越南跟美国改善关系，他也经济改革，所以那个人被放出来，然后就后来移民美国。他说南越一还，他就被关起来了，因为他是帮那个西贡政府做事，就后来慢慢陆续被关进来很多的人哦，都是南越共产党，从来都没有跟阮文绍政府合作的人，批评西贡政府的人，通通都被关进来了，大家被关在一起。还有很多是南越共产党，是还有那个南解的，就是南解全部都被关进来。对，而且那些人因为北方的共产党不像南方共产党，没有比他们这些人还好。对，不，那第一批被关了，先想说，我起码反过共产党，我反过北越，那我还觉得说我还有这口气在。南解那人是不服气的，南解说我是帮着北越去统南越的，就我先被抓进来。当初很多这些国民党这些降军降将就是这感觉啊。所以那些南解的人后来很多被枪毙的速度比阮文绍政府被枪毙的人的速度还要快。这个我不知道，因为他们就是说北方的人，第一个就是说你们在南方搞垮了这个西贡政府，那现在下来万一又有异心。那这个就继续不可信，对，比较不可信，对，不可信。那阮文绍政府还留下一些还算是相对比较专业的有点受过教育的人他们不留的，还可以，他们不留的，对，也是必要的时候可以监督使用。但是呢，这些游击队这些起来的人都不能留。现在来讲，我后来跟他们交流的时候，就说现在的越南北越出身的人还是政治、法律、政法。外交还是北方出身的人，当然是掌大权。南方出身的人，纵使是老党员或者南方，因为现在解放也50年了，但都已经还是管什么农业啦，什么教育啦，什么渔业啦，这种相对来讲比较没有的，真的没有政治意味，没有那种就军警政意味，真的没有。那像越航是像我们华航一样，越航什么总经理啦，什么那些重要的人。都是北方的，都是北方人，没有南方的。现在还是，对。那么也就是这个呢，共产党就共产党，所以后来我朋友那时候还可以去大陆交流的时候，后来跟我讲说，明教授我跟你讲，我说你们跟共产党打交道，因为第一次嘛，那什么感想？然后明教授我跟你讲，匪就是匪，4个字讲，匪就是匪，改不了那匪味。搞不到那种匪性，而且像今年他们越南说也庆祝什么统一50周年嘛，那统一都50年了，那南越统一那年出生人现在也50岁了，那个时候还在的人，现在很多都已经没有了，还是不信任，还是不信任。共产党就是这样子。